为什么手指在水中会起皱纹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每个孩子在洗澡时都会问，但答案可能会让人惊讶。卢塞恩州立医院的神经学家威尔德·史密斯说，整个身体并不会起皱，这就说明了很多。与浑身的皮肤不同，指尖的最外层皮肤高度富有神经且与血管相连，这里面也许就隐藏着手指起皱的奥秘。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技和新鲜趋势的频道，我是摩西。通常人们会认为手指在水中起皱是由于渗透作用，尤其是水分进入死皮细胞所造成的。渗透作用是指水分通过皮肤表层进入更深层的死皮细胞，这个过程在物理上看似能合理解释手指起皱的现象。然而，威尔德·史密斯博士指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的研究表明，起皱现象的原因是更复杂的生物学过程，而非单纯的渗透作用。在2000年初，威尔德·史密斯博士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医院任职期间，他开始怀疑手指皮肤起皱纹可能是由周围的血管引起的。他的研究发现，在长时间的水中浸泡之后，皮肤下方的血管会发生收缩，这种收缩造成了皮肤内部的负压力，进而导致最表层的皮肤向下被拉扯。手指起皱纹的不均匀模式可能是由于指尖不同区域皮肤的紧绷程度或其与血管的连接方式各不相同所导致的。尽管如此，科学家们至今仍未能确切理解水如何引发血管的收缩。威尔德·史密斯博士虽然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很可能存在多种不同的电解质通道，在水的作用下，这些通道遭受到了选择性的刺激。他认为这种电解质通道的特定刺激可能是触发血管收缩的关键因素。针对周围神经受损患者所进行的观察性研究进一步证实了手指起皱是一个主动的生理过程。中枢神经从手臂延伸到手部，负责调节出汗和血液流动。在那些手部神经受损的患者中，他们受影响的手指并未出现起皱现象。有趣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一位孩子的母亲发现，在孩子的手部神经损伤得到修复之后，其手指又开始出现了皱纹。这个观察结果意味着，手指起皱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或者仅仅由物理因素引起的过程，比如水的渗透作用。相反，它是一个活跃的、受神经控制的生理过程。当神经受损时，它不能正常地控制血管的收缩，这导致手指即使在长时间浸泡在水中，也不会出现起皱现象。而当这个神经得到修复后，它重新获得了控制血管收缩的能力，因此手指又开始出现起皱，表明神经功能已恢复。这一现象突出显示了手指起皱与神经系统的直接联系。这一发现给了都柏林大学医学院手外科医生西莫斯·奥瑞恩灵感，他借此开发出了一种简单的测试方法，通过观察手指间在湿润状态下的起皱情况来评估神经功能。这个测试方法提供了一种简单且直接的方式来评估一个人的神经功能。通常，神经功能的评估需要复杂的医疗设备和专业知识，但这个新研发出的方法却简化了复杂的流程。当手指尖在水中浸泡一段时间后正常起皱，这表明中枢神经和与之相关的神经通路是健康的，因为这个起皱过程需要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来控制血管的收缩。相反，如果某人的手指在水中浸泡后不出现起皱，这可能暗示着存在神经损伤或功能障碍。这种测试方法至今仍在使用。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话题，欢迎订阅、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